视天下，杨洋和赵思路把剧情演成一对生死冤家，你怎么看？但是放眼全世界，在播出之前就有人拿素材炒作杨洋和赵露思的绯闻，很多人信以为真。然而电视剧播出后，各种趣事被采访到，才知道小丑就是我们。杨洋真的把赵露思当兄弟了。在电影院里，别人的爱就是深情地说坏话。杨洋和赵露思护吸对方的2个警察，赵露思也没客气，一上来就抽了口烟。从这个姿势来看，他似乎没有力气。轮到杨洋了，他直接开口，这一次他恐怕连出来喂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赵露思痛苦地皱起了眉头，一想到疼痛，他没想到会这么强烈。他咬了咬牙，不知道当初来杨洋的时候自己是不是后悔了。另外，在采访的时候听到赵露想演男孩子，杨洋第一时间就回答说，他需要演吗？是啊，一大清早就要像对待男孩一样对待女孩，让露丝帮我选角色。他没有选择霸总教主，而是选择了喜欢宅舞的宅舞女。究其原因，露丝总是扭扭捏捏地看着当场的表情，她好像不太理解这种行为。难道说杨总没有你这样的双标？之前和 Hot Bar 合作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少直播跳舞？敞开心扉拉热度一起舞，这一切你都忘记了吗？热巴跟杨洋开玩笑，他笑着撒娇。到了赵露思身边，我旋风般地跑了过去。是你对赵露思哥哥的爱吗？锤子死了。赵露思在采访中也不甘示弱。赵露思在采访中被问到如何一步步提升与杨洋的默契度时，赵露思表示，没有，我跟你一点默契都没有。时至今日，我们2个人永远都见不到对方，经常看对方的时候看不到对方的眼睛，然后就很尴尬。对于这种情况，赵露思只好表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她也料到杨洋的求胜心会很强，每次赢了他才会开心。比如赵露思为了凉快买了大一点的电扇，杨洋看了也买了大一点的电扇，做了个杯子，他比我大。这2个人是什么样的朋友？不过杨洋和赵露思虽然不甜，但是在试试看世界中，黑风白气息携手进军江湖，2人手牵手，一见倾心。可以说，奥运双冠王为他们立下了漂亮的位置。他们都有相同的策略和爱好。他是观众心目中的美男，既能一统天下，又能当武侠。当然，这种 CP 不是马虎的做事方式，而是一眼就能交流的类型。但很少有人会讨厌这种交流方式。江湖中的传说总是热血沸腾。你们2个把这份情谊放在一起，甜蜜到我们路过的时候很容易敲门。从一开始，黑凤溪的小佩服心思就暴露无遗。这个狂妄的男主对着白凤溪说了句台词，来自这个世界。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没想到我的余生都会被你缠绕。这不是一见钟情的浪漫表达方式吗？而当白凤七在西行返回的途中去黑风西城湖黑风的时候，霍金2人原本是结伴同行的时候，西小友去白风韩服闹腾，大声走出黑湖，脱下他的皮。黑风西也不甘示弱，直接回复道，黑风机会说他会原谅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人们中了毒草的毒害了他，我想我可能救不了被假草毒害的人，所以他拿了他的老婆走了。西一听，白了他一个大白眼，就知道你是个黑狐狸精，永远得不到半分善意。可事实上，就在2人意气相投的时候，凤兰溪已经对白凤溪抱得更紧了。无论是最初提醒的坐姿，还是吃药的风清溪，都是白凤溪的痛处。如果不是因为爱一个人，怎么会这么清楚？为了布置好，他总是亲自影响白凤溪。黑凤七和白凤七前去探查断魂门，路上让手下准备了很多食物，白凤七却吃完了。无奈之下，白凤七为了还债，只能给黑凤七岛找点吃的，就这样渐渐形成了默契。当然 Thunder Black Harvest 有时也会被吞噬，需要大家一起欣赏他吃覆盆子的场景。一开始儿媳妇不吃，硬是咬了一口。没人看到杨洋这么甜的小表情，我很难过。好吧，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就得先抓住他的胃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白凤溪已经成功了一大半。
留下方格寻找蛛丝马迹。白凤溪那名青年打扮的锦绣少女走了半步，满眼青苔，黑色浓郁的气息在眼前交织，不信你感受不到。吐字柔柔却妩媚，瞬间温暖了空气。1秒前还是平静。虚弱的黑狐见白凤溪靠近，很快就慌了，推拉之间有一种暧昧的气氛，心中恰到好处，忍不住放起了烟花。然后他跳到背面格子上的剪裁图案，一颗深情的黑色蜜蜂般的心在他的喉咙里跳动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感情高涨，男主女主2人相处也越来越融洽，看起来很有敌意，但实际上他们非常关心对方。燕影洲被追杀，白凤七与他血战了一场，终于下山掩护白凤七独自面对玄山。此时黑色赋予与黑暗神的想法相关联，他料到他们不会得到其中的奥秘，又想追上白凤溪，所以才去请他陪在自己身边。劫光不是一种选择，必须确保他没事。2人相识10年，在白凤溪某处，黑风的气息必定会随之而来。2人形影不离，只洗出白气去汉服取药。黑风喜对他来说还好，有老婆就好好的玩玩，替老公收拾烂摊子。只要白凤溪遇到危险，黑色之事总会出现。听他讲新的省钱故事目录，我的心都痛了。当他说替师傅累的时候，告诉他，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总会伸出援手，永远在他身后。而且这魔嘴把杨洋当真了，把谈恋爱的状态演绎得恰到好处。黑风溪过来帮忙解决后，在白凤溪嘴里发现了一样东西，他下意识地擦了擦嘴角，偷笑起来。白凤溪觉得他这个小动作很可爱，看到他就笑了起来。这不是爱，而是什么？另外，黑风溪的另一个身份是永州2殿下，有被发现的危险，危险也伴随着白凤溪。白凤七一直认为黑凤七不会做无意义的事情，就因为他不肯在黑凤溪区成亲，难道不应该为了利益而牺牲爱情吗？后来黑风西城就在白凤溪自己的街道上住了下来，他穿着白凤溪幽城，亲自给他拍照，送他漂亮的衣服，还有出差最重要的背影行为。这2个人不能说是情侣，只是在做夫妻该做的事。要说哪部剧能发展得这么快，2人从一开始就把情侣之间的一切都搞定了，该怎么办？不怕电视剧好看，弹幕也是一种乐趣。中途离队的风清溪说，掉进河里后心情变了，变得亲近了。而且弹幕说他不仅掉河里了，还谈恋爱了，而且他说他感受到了母爱。而你的儿子现在说他不想犯罪，不再活着了。黑风溪对白风溪的感情是非常明显的，因为白风溪被卷入了旋风之中，黑风溪开始对白风溪下手，之后鬼魂的出现也是帮了他很大的忙。黑风溪很喜欢和他联手对付断魂宗，白凤七虽然对他有些疑虑，但渐渐的他可以让黑凤七成为新的伙伴。4皇子中，那个与毫无关系的皇子却成了黑风溪的情敌。皇朝出现的时候，黑风溪不在他身边，他也没有机会给自己的孩子治病。和白凤七约好后，黑凤七嫉妒心很强，直接威胁欲望，物欲更吓人，自然是无计可施，自然不会露出更深的伤痕。恐吓的欲望没有机会。白凤喜兴趣爱好，好在白凤溪刚好享受到不利的事情，所以请他和他比试。这里有一张特别的可乐脸，当时黑风就站在远处，歪着嘴看着男人。他发现白风找的只是轻蔑，而不是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开心表情。后来为了对付皇朝，白凤七用强大的武功砍了望楼1个星期，皇朝也一剑将白凤七击落。白凤溪身受重伤，凤兰溪带着他回了营地。为了救白风，凤兰溪不惜代价给白凤七传送内功，用了30年的寿元习习白法，才终于救了白凤七。而自己最自恋的如来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生命在久违的救援中重获新生，这样一来，2人之间的差距就彻底消除了。方兰溪明白自己和皇朝白凤溪不同，
但她爱这个世界胜过爱争夺天下。不过，只要是看过原著小说的宝宝，应该都非常理解吧。黑风一定是写小说来统治世界的人，但弃之而去，也能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江山倾覆，久恋情深的冯熙隐居山林，留守后尘，试探世间如垃圾，携手天涯小天界的美颜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冯熙仪是谁？为什么女主白凤熙不是经常和男主交往的那个？其实，风夕云就是白凤熙，白凤熙就是风夕云，他们就像黑风息和风兰息一样，有着相同的双重身份和不同的身份。黑凤七进入江湖时才13岁，而白凤七进入江湖时也只是年少。12，他们两个最后走到了一起，正如他们所说，物以类聚。木偶戏里男强女弱的剧本太多了，尤其是在女主的剧本中，女主要么逆袭男神，要么最后勉强与男主平起平坐。男上司总是很看重女性的成长，但女上司却竭尽全力与男上司平起平坐。这种爱情，要么被女上司伤痕累累，要么与男上司同归于尽。虽然虐心的剧情或许能充分赚到观众的眼泪，但作为观众不得不说，共度良夜的情侣双安爱情真的超级棒。你还好吗？超级可乐的胃口，太好了。这次就这些了。你喜欢黑白爱情吗？其实你对这个世界的这部剧满意吗？喜欢可口可乐的朋友记得按3连键。下次见。迪丽热巴复工，面容温柔，身材丰满。网友和吴倩生完孩子一样的状态。时隔9个月，迪丽热巴回归，最新广告视频曝光，紫色的裙子出现在镜头里，只露出上半身，整个人的皮肤白皙有光泽。虽然没有化眼妆，但整个人看起来很好看，但却没有少女的感觉，反而有母性的光彩。评论区的宝妈纷纷评论，感觉热巴坐月子了。还有网友评论说，看样子吴倩刚出月子的状态，确实和之前的状态不一样了。一脸掩饰不住的母爱由内而外散发出来，产后短时间内身体和外在的变化可想而知。热巴如此匆忙复出，也是为了辟谣，只是这样的状态让人不得不深思。当初吴倩产后复出，尽管她精心打扮，脸和身体都肿了起来，但她的整体状态还是大不如前。迪丽热巴怀孕的消息传出，有网友爆料，迪丽热巴去年12月拍广告时用的是自己的脸，却找了身体的替代品。幸福触手可及，剧组爆料，黄景瑜与热巴相恋4年，昔日的红毯天后年末也没有参加任何庆典。随着热巴怀孕的传闻愈演愈烈，她还晒出了一组自己在海边的照片，却发现是以前的照片。热巴和黄景瑜工作室强烈否认，尊重艺人隐私，这则谣言无疾而终。艺术家的无奈可想而知。